为了替大夏铸就天元关的护国铁壁，我在尸山血坟里等了10年，如今终于功成身退。婉儿娘，等我。统领，咱们微服下江南，查办官商勾结好几天没合眼了，您先回军营歇一歇吧。不急，郑国龙将即将进京面圣，丞相说了，我们先驻守在此，到时候护送将军进京。你看城门口那个男人，下盘如松，每走一步都没发出半点声息，这等内敛的杀气，绝非常人所有。江陵县何时来了这等人物？金玉相逢，虎符镇国，他难道就是郑国龙将？您眼花了吧？您看他那身破行头，又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戍边10年的将军？8成是北境逃回来的难民。但愿是我多心了。不能抢啊！那是给我孙子抓救命药的头发啊！求求大爷行行好！滚你娘的！在这条街摆摊就得交咱们贪狼帮的份子钱。你们帮帮我！我孙子还等着我抓药回去呢！求求大家了！老婆婆，你自认倒霉吧，这贪狼帮没人惹得起。就是，他们在江阴县手眼通天，我要是帮了你，明天我全家都得死。光天化日，敢在江陵城抢巧，属下这就去拿了他。慢着，你看街角那几个卖肉的、挑担的，腰间都带着刀，难道就任由他们猖狂，欺负百姓？这帮人是亡命徒，当街抓捕反而会误伤百姓。你从后门走，去调人来，这里我盯着。狗他娘的，给老子滚开！不好！啊！好俊的身手！什么人敢管我贪狼帮的闲事？当街欺辱百姓，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王法，我贪狼帮就是王法。上，给我剁了他！小心！大娘，这是您的救命钱，收好。多谢恩公，多谢恩公！何人当街斗殴？官爷，是贪狼帮的这帮痞子抢钱，这位好汉仗义出手。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了。一群废物！统统给我锁了，押回衙门。有劳差爷。这人年纪轻轻，身手却如此恐怖，这江陵县真是卧虎藏龙。刚刚那个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他不是林家外出当兵的那小子吗？一个臭球霸，敢得罪贪狼帮，去跟二爷说一声。是。求求你们别砸了，那是我丈夫的灵位呀！老头子，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我丈夫镇守北京，你们就这样对他的家人吗？那个废物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早就死外面了。赶紧把地契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把你卖到青楼！祖兄，不许你们碰婉儿！老不死的东西，给我滚开！娘，婉儿，我回来了。
笑儿，夫君，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在北京捡了条狗命回来就敢管老子的闲事，滚！不然今天打我！谁敢碰他们一下，我让他站着进来，横着出去。娘，婉儿，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回来就好，活着回来就好，我的儿啊！娘，婉儿，别怕，我回来了，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了。笑儿，快跑！你打的是贪狼帮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娘，没事。小畜生，你敢打我？你等着，今天我定要扒了！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我贪狼帮的地盘上撒野？哎呦，二爷你可算来了，你可要替小的做主啊！哼，在江阳县还有人敢动我贪狼帮的人？放心，这口气二爷替你出。你们想干什么？别碰我夫君！想干什么？你这瞎了眼的小娘子看不出来吗？他打了我的人，自然要把他剥皮抽筋。区区一个贪狼帮，竟敢这么跋扈！区区，你小子在边关吃沙子吃傻了吧？我告诉你，在这江陵，我贪狼帮就是天，就是王法。小小的一个贪狼帮就这般目无王法，看来这江陵县该好好洗一洗了。小子，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你以为这是在边关呢？一个大头兵，就是把你剁碎了喂狗，你又能怎么着？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跪下来，给老子磕100个响头，我留你一具全尸！小子，听见没有？现在立刻马上跪下！放肆！敢当着我的面动我的人，给我乱刀砍死他！大胆！你可认识此物？这是好宝贝！林爱卿，这枚紫金镇国虎符，朕今日赐予你。凭此符，你可调动天下兵马，见此符如朕亲临。这是大夏对你10年戍边、定鼎天下之功的最高封赏，谢主隆恩。你确定要拿我的虎符？这分明是你从军中偷窃的宝物，偷窃军中重宝，罪加一等，赃物充公。来人，上枷锁，带回地牢。一个地方帮派敢这么嚣张，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替他们撑腰。拿下！老实点儿！不要！你们放开我夫君！你们这群天杀的，还有王法吗？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娘，婉儿，别怕，我去就回。给我再走！小娘子，要想救他，明天午时之前带着100两白银和房契来见我。你一个人来？你不是林家那小子吗？去边关当了10年兵，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怎么就惹上了贪狼帮？可不是嘛，刘二爷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进了那地牢，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得脱层皮呀。可怜了婉儿那丫头，苦守了10年，这回怕是真要家破人亡了。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就是得罪我贪狼帮的下场。以后谁要是敢不老老实实交份子钱，这就是下场。兄弟，多谢你给二爷通风报信，今晚上点心可千万别让这小子死了，二爷留着他还有用。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进了咱们这儿，他的命可就不是他的了，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小子，看清楚了吗？进了老子的地盘，你就是案板上的肉。刚才这小子嘴里好像吹了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在发暗信叫人？哎呦，我的二爷，您也是太高看他了！一个在边关吃沙子的臭球兵，8成是混不下去才被军营赶回来的。您就让他找，他能叫来什么人啊？就是在这江阳县，就算他能叫来人，敢管咱们贪狼帮的闲事吗？哼，说的也是。哎呦，张大人，您怎么亲自屈尊到这污秽之地来了？快给大人搬椅子。刘老二，你不在下面盯着帮派的营生，跑这儿来做甚？本官听说你们今天在街上抓了个硬茬，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人明鉴，小人抓了个逃兵，身上居然还带着这等绝世珍宝。小人一看这就是军中赃物，特地缴了来孝敬大人您。好宝贝，这等成色，就算在军中也极其罕见啊。只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像是个虎。那人的身份底细你可摸清楚了？咱们在这江阳县行事，千万别惹上不该惹的人。大人，您放10000个心，这小子我查的底儿刁，就是个会点拳脚的士兵。如此便好，你放手去办，只要在这江陵县，官都能替你兜了，该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也让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知道这江陵县到底是谁做主。多谢张大人，有您这句话，小人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本官还要去公办秋收，这里你自己看着办吧。难怪贪狼帮敢这么嚣张，原来是有官府的人在背后撑腰。统领，喝杯新茶休息一下吧。这官场的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水太深了，您别把身子熬坏了。我也想歇，可这江陵县官场就像铁板一块，我一时间也找不到口子撬开它。这是镇国龙将的金雕啊！统领，恐怕出大事了。怎么了？据传这只金妖从不离开镇国龙将半步，如今突然出现在咱们这里，恐怕是龙将大人出事了。你确定这是龙将大人的金雕吗？许是认错了呢。报！京城800里加急金牌令，命按玄卫立刻前往县衙待命。什么？难道龙将大人真的出事了？小子，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跟我贪狼帮作对是什么下场。你想干什么？别过来！哼，你真以为几根破铁链就能困住我？来人啊！快来人！快，给我砍死他！好汉，好汉，有话好好说。哈哈哈哈！肯定是我们当家的赶来救我了。林翘，
我劝你赶紧束手就擒，听候发落。二爷，不好了！全副武装的暗玄卫把我们衙门里3层外3层全包围了。暗玄卫，保护龙将大人，反抗者杀无赦。暗玄卫办事，闲杂人等退避。统领大人，您来的正好。这疯子不服管制，在牢里行凶。您看看地上这些人，全是他打的。是他。小子，统领大人在此，你还不赶快跪下，束手就擒，给我走！大胆刁民，统领大人面前竟还敢逞凶！统领大人，此刁民凶性难驯，当着您的面还敢逞凶殴打草民，目无王法，罪大恶极。而且他还是个偷窃了军中宝物的逃兵，这可是诛九族的重罪啊！请统领大人速速拿下此贼，以正我朝法度。什么宝物？我也不知道，就是金镶玉的，上面好像还写着“镇国”什么的，肯定是他偷的。虎符？对，就是虎符。管他是什么东西，既然暗玄卫的统领说是虎符，那就当虎符，正好借着暗玄卫的手除了这小子。小子，盗窃虎符可是重罪，还不赶紧滚过来认罪！小子，暗玄卫统领亲自出手，你完了！暗玄卫统领穆灵犀参见龙将大人。什么？参见龙将大人。统领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就是一个在北京混不下去的逃兵，怎么可能是那位传说中的龙将大人？大胆！瞎了你的狗眼！你若再敢对龙将大人出言不逊，我割了你舌头喂狗！什么？他真是龙将大人？龙将大人饶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龙将大人饶命啊！张有德呢？拿着我的虎符去哪了？张大人，他去隔壁村督办秋粮税了。他倒勤勉。林哥，龙将大人，这人在外面大喊大叫，非要往里冲，说是找你。林哥，阿牛，怎么回事？大伯听说你得罪了贪狼帮，进了死牢，就带着全村人冲进你家，正在抢你家的田坊产气，说要吃绝户。婉儿和我娘呢？大伯说你犯了死罪，林家要撇清关系，要把嫂子直接卖给镇上的恶霸抵债。嫂子和大娘快撑不住了。他们这群刁民竟然如此放肆！龙将大人，末将这就调集暗玄卫，把嫂夫人和大娘救出来。不用，几只跳梁小丑，用不着浪费大夏的军力。穆统领，官府和贪狼帮勾结甚深，你现在当务之急是去查清整个江陵县到底还有多少贪赃枉法之人。末将明白。那将军您……家里的事我亲自回去处理。这群畜生得罪了贪狼帮，必死无疑。按咱们林家村的族规，绝户的房产和田地必须归空分掉。我夫君走之前亲口说过会回来的。回来？惹了贪狼帮的人还想回来？做梦吧你！婉儿，大伯也是为你好。林孝得罪了贪狼帮，我们全村都得跟着遭殃。我已经把你卖给赵老爷冲洗了，有赵老爷庇护，我们林氏宗族才能保全。识相的就快给我走！大伯，你好狠！你们做梦！给脸不要脸！来人，把这小贱人给我按住绑了！你别过来！我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再敢上前一步，我立刻死给你们看！夫君，孝儿，是孝儿回来了。他不是被关进死牢了吗？怎么出来了？好啊，林孝，你竟敢越狱！你想害死我们吗？把他抓了送回去，不然等贪狼帮的怒火降临下来，我们全村人都得跟着倒霉。大家一起上，把他绑了送去县衙。对，不能让他害了我们。贪狼帮可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林孝，为了大家伙，你就牺牲一下吧。夫君，你快跑！想动我儿子，你们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大伙一起上！
你这小畜生在北京倒是憋出了一身粗蛮力气。哼，一点三脚猫的功夫也敢在我面前现眼？强子，你来的正好，你可是去郡城武馆见过大世面的，快教训教训这个小畜生。对，这小子不过在北境当了10年大头兵，如今又刚从死牢里出来，肯定不是你的对手。放心吧，爹，他不就是个北京来的臭当兵的吗？对付这种炮灰，我一只手就够了。大伯，你就他一个儿子，我劝你别让他送死。死鸭子嘴硬，强子，给他开开眼。你怎么可能？就这点水平，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放屁！给我死！我的腿！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身手？反了！反了！连同宗长辈和兄弟都敢打，林啸，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和族规？族长啊，你得给咱们做主啊！林啸得罪了贪狼帮，被打进了死牢，谁知他自己逃出来了。强子想要押他回去自首，他还把强子打伤了。族长，他越狱可是要连累咱们全村的啊！林啸，你想死别拉着我们垫背。好，好，好，我们林家100年清誉全毁在你这个丧门星手里了。来人，开祠堂，把这一家3口从图谱上彻底除名。不打，老头子，我求您了，小儿他爹还在祖坟里，您要是把我们除名了，他爹就连口香火都吃不上了。不想除名也行，你亲自把林啸绑了交给县衙，再把地契交出来。谁敢动我儿子，我就跟他拼了这条老命！反了，都反了！族长，您看见没有？他们这一家是存心要拉我们下水。林啸，你若是再执迷不悟，那本族就容不下你了。不用麻烦了，我今天携妻母，自愿退出林家宗祠。你说什么？这10年，我在北境拿命护着大夏的国门，你们呢？欺我妻母，夺我家产，冥顽不灵！来人，拿族谱来！从此以后，你们一家就不是林家人了。大伯，族长，县令张大人刚好在隔壁村督办秋收，听说了这边有逃犯，正带着大批带刀捕库赶过来呢。林啸，你的死期到了！前人退避，县令大人办案。夫君，县令来了，你别管我们，快跑！别担心，我等的就是他。去年大老爷，你可算来了！这死囚越狱跑回来，我们帮官府拿人，他竟然拒捕，还把我儿子打伤了。林啸，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越狱潜逃，伤及无辜，还不快束手就擒！张有德，我的东西还给我！大胆，竟敢直呼本官名讳！再说，你一个死囚，有什么东西值得本官拿？虎符！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说这个，乡亲们都看清楚了，此物是本官从这贼人身上缴获的军中重宝。他一个穷当兵的，哪来的这种稀世玉石？分明是盗窃军资！我早说过，这扫把星在外面肯定不干盛事，原来是个毛贼，连军中的东西都敢偷，真是不要命了！还好咱们林家跟他划清界限。张大人，我劝你想清楚，贪了不该贪的东西，容易掉脑袋。少废话！越狱拒捕，盗窃军资，按律当斩！来人，就地格杀！完了完了！你竟敢伤害朝廷命官，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张有德，你先看看这虎符下刻的是什么，再掂量掂量有没有资格定我的罪。还敢嘴硬！一块玉能刻什么？这是御赐之物，它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司空御赐之物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啊！他一个边疆的士兵，怎么可能有御赐之物？哼！林啸，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伪造圣上之物！伪造圣上之物，那可是诛九族的重罪啊！这村子里所有人都是窝藏反贼的同党，全都抓回去，严加审问！大人，冤枉啊！我们是帮你拿人的良民啊！你怎么连我们也抓？大人，这个犯贼已经被我们林家彻底除名了。少废话！本官宁可错杀，绝不放过！按玄卫统领到。按玄卫怎么会到这里？
统领大人，您来的正好。这个反贼伪造圣物，煽动这群村民造反，还好下官及时阻止，请统领立刻将他们缉拿归案。哎呀，统领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反贼在那边！反贼？张有德，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大夏的镇国龙将。龙将大人，末将护驾来迟，还请恕罪。他暗旋卫统领居然给林啸敬礼，难道他真的是镇国龙将？我们刚刚把镇国龙将除了名，下官有眼无珠，冲撞了龙将大人，请龙将大人恕罪。让你找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带上来。这是？打开。末将奉命在张有德府上搜查贼赃，在地下室发现了金条10箱，白银1万两，赃款现已全数缴获，请镇国龙将过目。这不是我的。张有德，物证在此，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放到我府上，想要栽赃陷害。龙将大人，我是冤枉的。你承认这是从你府上搜出来的了？张有德，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下官不敢。你一个7品县令，每年的俸禄不过100两，这么多钱是哪来的？下官不能说，说了下官全家都得死。张有德，你可想好了，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以为你不说，他们就能放过你的家人？在官场这么久，你应该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才能让人放心。下官真不知道，这些年下官得来的钱财，大部分都被贪狼帮收去了。一个小小的贪狼帮，竟能让你这个朝廷命官上供。贪狼帮确实不足为虑，可他背后的人物却不是下官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招惹的。那你可知这贪狼帮背后之人是谁？不知，每次都是贪狼帮的二当主赵天霸来找下官。龙将大人，下官所知的就这么多，绝不敢有半句虚言，求龙将大人饶命。押下去吧，等此件事了一并处置。是。笑儿，哎呦，大伯就知道你是个有大出息的。刚才大伯那是气昏了头了，咱们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啊，你不会跟大伯计较吧？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笑儿，你可别生气啊！是啊，以后咱们林家还仰仗镇国龙将庇护呢。族长，咱们林家除了镇国龙将，必须得摆上3天3夜的流水席。对，镇国龙将凯旋，这是咱们整个林氏宗族的荣耀啊！快开中门，迎镇国龙将回祠堂祭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半个时辰前，我们一家已经被你们从族谱上除名了。你这孩子，大伯那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怎么还当真了？长辈们说你也是为你好，你也不要站着死理不放。玩笑，为我好，你们自己觉得这种说法可笑吗？我们那只是气上头了。难道你还能真不认我们这些叔叔伯伯了？穆统领，按大夏律法，强闯1品护国镇国龙将的私宅，还企图将镇国龙将的女眷发卖，该当何罪？回龙将大人，按律当没收其全部家产田地，充入军资，全族3代打入贱籍，流放采石场做苦役，至死方休。林啸，你当真要治我们这些亲戚的罪？田地充军，全族打入贱籍，林啸，你怎么能这么绝情？绝情？刚才你们吃绝户的时候不绝情吗？穆统领，按大夏律例办，抄家发卖。是。娘，婉儿，你们受委屈了，我会派人守在这里，不会有人再来骚扰你们了。只要夫君平安回来，我和娘受再多委屈都值了。龙将大人，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去会会这贪狼帮，我倒是要看看，一个小小的贪狼帮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手段，竟能让朝廷命官都沦为走狗。是。末将还有一件事要禀报。何事？贪狼帮那群畜生放高利贷，还不上钱的就被拉去打擂台供他们下注取乐，其中有不少是从北境退下来的残疾老兵。用我北境的兵打擂台取乐，这贪狼帮真是好大的狗胆！兄弟们，再忍一忍，朝廷发的抚恤银子
到手就被衙门克扣了大半。借了这高利贷不过3年，利滚利，最后越还越多。再忍忍吧，赵天霸说了，只要今天能赢，之前的债就能一笔勾销。这帮北境退回来的死穷鬼，天天吹自己在天元关的时候多厉害，到头来还不是要给咱们二爷当狗？一群在边关当炮灰的废物而已，侥幸没死在边关被野狗吃了，真厉害！早就跟那位镇国龙将一样名震天下了，还至于成现在这副德行？你再说一遍！哟，还想打人？你倒是来啊！你跟他较什么劲儿？你还嫌债不够多？都听好了，今天的规矩照旧，谁上来跟咱们帮里的拳手过招，赢了减1年债，输了嘛，利息翻倍。谁先来？赵天霸，你明明说只要打赢了债就能一笔勾销。大胆！二爷的名讳也是你个老东西能叫的？老子的地盘，规矩老子说了算，不满意也得给老子忍着，否则就给老子在这里跪到死。等等，老哥，让我来试试。后生，多谢你的好意，但你还年轻，没必要白白上去送命。我这把老骨头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正好上去跟他们拼一把。老哥，你右肩有旧伤，上去也只会白白送死。你怎么知道？天元关北坡，冬天冷，穿甲扛久了，右肩都会落下这个毛病。我也扛过。你是天元关的兄弟。赵天霸，这擂台我包了，赢一场消一个人的债，若全赢了，他们的债一笔勾销。哈哈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一个人想替这帮废物出头？怎么不敢赌？行，老子成全你这份义气，赢一场消一笔债。但你要是输了，这些人的债全部翻倍，你自己也留下，给老子当一辈子的看门狗。兄弟，你别犯傻，他们的拳手都是要命的，下手黑着呢。是啊，你想替咱们出头，这份心咱们领了，就是把你一个人搭上了。放心，这场擂我赢定了。一言为定。我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好像是龙将大人的模样。你眼花了，龙将大人怎么可能来这里？来人，给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开盘了，开盘了！都来猜猜这小子能撑过几招？买定离手啊！10两，赌他撑不过5招。我赌20两，这小子连2招都撑不过去。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就让爷爷好好疼爱疼爱你。小子，死吧！我看这小子连这一拳都接不住，给我砸烂他的脑袋！还以为这当出头饺子小子是个什么硬茬子，原来也是个废物。怎么可能？不堪一击。一招。继续，不过侥幸赢了一场而已。接下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来人，把阿骨达给我叫上来！北莽人，这里怎么会有北莽蛮子？这是北莽养出来的死士，从小就跑药练蛊，喂食生肉，完全是照着杀人机器培养的。大夏的腹地竟然出现敌国死士，看来这贪狼帮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呢。你们大夏的男人太弱，天元关的兵我杀过，比草原上的兔子还弱，但肉嫩好吃。这群北莽的畜生！后生，你快走，没必要为了我们这群老骨头白白送命。这蛮子可是刀枪不入的铁疙瘩，小子，这次你死定了！我很久没吃肉了，杀了你有肉吃。怎么可能？他们拳头比北莽死士的拳头还硬，他到底是什么人？大夏虫子，我要撕了你！这一巴掌打你辱我大夏伤残老兵！啊！
这一巴掌打你一族犯我大夏国门。这招式怎么这么眼熟？大开大合，破军七杀，这是镇国龙将自创的拳法，是龙将大人。没错，龙将大人，是龙将大人来救我们了。竟然连阿骨达都败了，单人实力强悍也挡不住我的透骨钉。最后一巴掌，你免我大夏国威不可辱。大夏威武，龙将大人威武！任我打完了嚣张，放人。好身手，不过我改主意了。赵天霸，你想赖账？那又如何？你们一群废物能奈我何？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翠儿，我的丫头啊！赵天霸，你个畜生，有种冲我们来，放了女人和孩子！你很能打吗？能打有个屁用！出来混，讲究的是实力和背景。你再敢动一下，这些人都得被射成刺猬！赵天霸，你这是在找死！是吗？那老子倒是想看看你还能有什么能耐！你们这群老狗听着，捡起地上的刀，只要你们把这小子给我剁了，我就放你们全家团聚；否则你们全家就去下面团聚吧。你知不知道，他可是镇守北境的镇国龙将？镇国龙将，那种大人物怎么可能来江陵县这种小地？吓唬老子也好，也编个像样的理由。赶紧动手，不然你们的妻儿全都得死！当家的，别管我，咱们是清清白白的军人家眷，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我想回家，爹！住手！你给我住手啊！你要是敢对龙家大人动手，我现在就撞死在这里！赶紧动手，给我把他乱刀砍死！赵天霸，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去吧！老子就算断子绝孙，也绝不会向龙将大人挥刀。龙将大人，待会儿我们把人拦住，您趁机赶紧离开。大夏军魂，死战不退，杀！疯了，全他妈疯了！好，老子今天把你们一块送下地狱！放箭，全给我放箭！龙将大人，所有人质解救完毕。这怎么可能？做得不错。挡住他！给我挡住他！拦路者杀！你不能杀我！我是贪狼帮二当家！告诉我你们背后是谁，竟能让你们一个小小的贪狼帮在这里作威作福，甚至敢让我北境士兵比斗取乐。我不能说，即便你是镇国龙将，也绝对得罪不起他。二爷大爷带了3000人赶来，已经到总舵大门口了。天不亡我啊，小子！我大哥带人来了，你还不赶紧束手就擒？赵松嘛，正好省得我去找他了。好大的口气！你以为我大哥带来的是这群废物吗？实话告诉你，那可是我贪狼帮的精锐，是在战场上真正拼杀出来的死士。看来我大夏不光是官场出现了蛀虫，就连军队当中也有。这些人分明就是以军中手段训练出来的私兵。一个小小贪狼帮竟有如此能量。小子，现在知道怕了，晚了！今天不光是你带来的那些人，还有那群老不死的残废，都别想活着离开！大哥救我呀！那个疯子不仅砸了我的场子，还杀了我们几百个弟兄。不然是谁？只是远远看一眼，竟让我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大胆赵松，见到大人还不给我滚下马来！穆统领，竟然是穆灵奇！暗玄卫不是只听皇命调遣吗？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竟能差使得动他？赵天霸这个混蛋，到底给老子惹到一个什么人呢？穆统领，您怎么大驾光临了？不知道这位兄弟是？赵松，你可识得此物？
这是大哥，你怎么了？快下令拿人啊！给他留个活口，我要好好炮制。大哥，你打我干什么？混账东西！你可知他是谁？他可是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镇国龙将，你他妈有几个脑袋，竟敢对他出手？什么？大哥，你别被这小子骗了！镇国龙将那种大人物，怎么可能来我们这小地方？畜生，给老子闭嘴！龙将大人息怒，这个蠢货有眼无珠，冲撞了大人，我代贪狼帮上下给大人赔罪。龙将大人，虎符。圈禁羞辱我北京退役的伤残将士。赵将主，你贪狼帮能耐不小啊！老天霸，你个王八蛋，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这位嫉恶如仇的阎罗王，搞不好我们都得跟着你一起完蛋。龙将大人放心，此事我一定给您个交代。大哥，你干什么？我可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弟兄啊！闭嘴！谁跟你是兄弟？我乃大夏百姓，和你这种罪恶势力不共戴天。龙将大人，这畜生早在3年前就被我赶出了贪狼帮，谁知他竟打着贪狼帮的旗号在这为非作歹，我这就将他绑赴江阳县衙，一律严办。县令张有德半个时辰前已经被我抄家下狱了。另外，通敌叛国这么大的事，也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通敌叛国，大人，这从何说起？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北莽死士是如何出现在贪狼帮的？这个蠢货，不是早跟他说过，不要让阿骨达随意露面吗？通敌叛国可是诛九族的大罪，造化通由不得了。王八蛋，你竟敢打着我贪狼帮的名义，干出这种通敌叛国的勾当！我今天就拿你的命给龙将大人一个交代。哥，那明明……闭嘴！赵霸天，给我死！冤！赵松，你他妈竟然真的想杀我！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龙将大人，我手上有记录了赵松这些年做的所有事的账本，只要你放过赵天霸，龙将大人面前还想反咬我一口，你以为龙将大人会信你这通敌叛国的奸人？龙将大人，通敌的奸人已死。以后我贪狼帮一定严于律己，绝不再生事。走，回。慢着，首恶已除，大人还有何事？我对赵天霸口中刚刚所说的账本有些兴趣，不知赵帮主为何急着要杀了他？那不过是这奸人诬陷小人的疯话罢了，难道龙将大人也信？是不是疯话，查了才知道。穆统领，末将在。传我令，即刻起全城戒严，封锁江陵县水陆36道关隘，没我的虎符，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江陵县。谁敢擅自踏出江阳县半步，就地格杀！末将领命。在找到账本之前，就委屈赵帮主在江州县多住些日子了。林啸，你是镇国龙将又如何？江陵这1亩3分地，就算是龙，你也得给老子盘着！天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小子，居然敢带人砸了贪狼帮的场子，还把赵松给扣了！统领，您消消气，敢把赵帮主扣下，这人的身份怕是不简单。身份不简单？哼，在这1亩3分地，老子才是王法。就算是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镇国龙将来了这里，也得给老子把头低下来。那您的意思是，传军令下去，江陵县有刁民谋反，立刻点齐3000兵马，带上重本统领前往江陵县应判。末将得令。龙将大人，赵松果然按捺不住，偷偷放出了一只信鸽，要不要末将派人把他带过来？不用，想钓大鱼总要先撒饵料。这江陵官场的毒瘤盘根错节，正好趁这次机会，等他们自己跳出来，一锅端了。龙将大人英明。龙将大人，统领，据探子来报，
江陵驻军统领祝彪连夜拔营，正率3000大军朝江阳县而来。此刻距离江阳县还有不足30里。他们的动作倒是挺快，赵松的消息才传出去不足2个时辰，竟然就已经快到了。鱼上钩了，走，随我出城迎客。哈哈哈哈哈哈！赵松这个废物，竟然连叫本统领来给他收拾烂摊子。祝彪，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带兵围城！哟，这小娘子性子够烈，老子喜欢。小娘子，跟着这个小叫花有什么好的？不如跟了本统领，保准让你吃香喝辣。祝彪，你可知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老子管他是谁，在这江陵城，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盘着。小子，本统领现在给你一条活路，立刻爬过来，给我把鞋底舔干，再把你身边的小娘子送到老子床上，否则老子先把你砍了喂狗。好好伺候我身后这3000弟兄。找死！龙将大人，交给我吧。属下遵命。你们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个来？好小子，有几分胆色，倒是让老子生出了几分爱才之心。去，给老子看看他的实力是不是配得上这份胆色。哼哼，难怪敢这么嚣张，原来是有两下子。不过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在老子面前屁都不是。4大猛将何在？把这小子的4肢给我敲碎了，拖过来，老子要拿他的头盖骨当酒碗。不自量力，竟敢徒手迎接4大猛将的攻击，无疑是自找死路。什么？该你们了。祝彪，你这些手下好像都不怎么样，还有其他手段吗？4大门将竟然这么轻易就被击败了！一群废物！就算不死，等回到军中，老子也要宰了他们！破甲重弩营，给我上！破甲重弩，祝彪，你疯了！这可是攻城重器！老子今天就是要将他射成刺猬！给我放箭！怎么可能？那可是攻城用的破甲重弩，竟然这么轻松就被掀飞了！统帅，这家伙根本就是个怪物，咱们快撤吧！不可能，一个人怎么能抵挡得住破甲重弩？还有什么手段？全使出来吧！撤，快撤！既然来了，又何必这么着急离开？你别过来！我上面可是陈大人，你要是敢动我，陈大人一定不会放过你。陈大人？哪个陈大人？当然是知府陈道陵大人。在这江陵地界，
跟知府大人作对，只有死路一条。你要是动了，到时候陈大人直接以镇压叛乱的名义向朝廷奏表，届时朝廷定会派下军队镇压叛乱，说不定我大夏那位镇国龙将都会亲临至此。在镇国龙将面前，你就算实力再强也得死。镇国龙将，没错，镇守北境，压得北莽蛮族10年不敢进犯我大夏的镇国龙将。祝彪，你可知我是谁？一个不识抬举的刁民而已，还能是紫金虎符？去问问陈道林，他陈道林有没有这个胆子？你是镇国龙将？镇国龙将在此，尔等皆为大夏将士，还不速速放下兵器，跪拜龙将！参见龙将大人！龙将大人饶命！都是那个赵宗老贼撺掇我来的呀！都怪我瞎了狗眼，求龙将大人饶命！穆统帅，未得将令私自调兵，按我大夏律令，该当何罪？回龙将大人，此乃重罪，形同谋逆，按律令应处，斩立决。龙将大人，属下知错了，求龙将大人饶！这些年被你们害死的百姓，是不是也这样向你们求开过？传令下去，即刻处死赵松，查抄贪狼帮所有堂口，所得赃银1半还于北境退役老兵，另1半散给城中百姓。遵命。报，龙将大人，知府陈道林50寿宴，特派人送来请柬，请龙将大人入席。百姓无处申冤，退役老兵被欺辱，陈道林竟还有心办寿宴，他就是这样为人父母官的。正打算去找他，现在正好省了由头。李大人，您可算来了，快请进，快请进。王大人，您可让小的好等。站住！哪来的要犯？瞎了你的狗眼！要犯要到知府衙门来了。陈道林请我来的。大胆！我家大人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赶紧滚！别脏了知府大人的门口。这是不是陈道林寿宴的请柬？确实是知府大人的请柬。难道他真是老爷请来的？老爷怎么会请一个叫花子？恭请镇国龙将。大家快来看，这里有个失心疯的蠢货！镇国龙将，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就你这么不酸还敢装镇国龙将？你要是镇国龙将，老子就是当头天子！老子今天就把你这个假冒龙将的狗东西推打折！反了！赵民造反了！快来人啊！有人在知府门前闹事了！今天可是知府大人的大日子，他还敢闹事，我看他的小命不保喽！镇国龙将那可是云端上的人物，这小子穿得跟叫花子一样，也敢冒充，真是不知死活！干什么干什么？当这是菜市场啊！知府大人还在里头等候贵客呢，到时候惊扰了大人物，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守备大人，这个贱民拿个假请柬冒充龙将大人，我不让他进，他竟然敢在知府大门前动手，您可得做主啊！就是你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在知府门前闹事儿，是陈道林求我来的。知府大人求你，真是天大的笑话！难不成真把自己当镇国龙将了？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拖下去，直接乱棍打死，扔到乱葬岗喂野狗！都说宰相门前七品官，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知府门前的管事，竟也如此嚣张跋扈。小子，想活命也不是没办法。本大人没什么别的爱好，就喜欢看人钻我裤裆。你今天要是从这里钻过去，我可以替你求求情，留你一条狗命。这就是荆州属下的父母官吗？今天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你废什么话？到底钻不钻？如果我不钻呢？这可由不得你！龙将大人怎么还没到？小镯子，小镯子，外面怎么回事？吵吵闹闹的，
要是惊扰了镇国龙将的大驾，我扒了你们的皮！回大人，好像是有人拿着镇国龙将的请帖，在外面跟人打起来了。什么？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知府大人，就是这个要饭的，拿个假请柬冒充镇国龙将，还敢动手打人，居然惊动了知府大人，这小子完了！哼，还敢冒充镇国龙将，就算有9条命都不够砍的。穿成这副寒酸样，也敢到我面前招摇撞骗？镇国龙将那是什么身份？岂是你这种草民能冒充的？陈道林，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大人，快把这小畜生千刀万剐！来人，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刁民拿下，乱棍打死，丢到城外喂狗！你竟敢公然拒捕！陈道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金玉相逢，虎符镇国，这是……哼，什么破铜烂铁也敢脏了我们知府大人的眼睛！大人，奴才这就去把他砸了！啊！瞎了你的狗眼！下官荆州知府陈道林拜见龙将大人。龙将大人，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求龙将大人恕罪。什么？他竟然真的是镇国龙将？陈大人，现在这寿宴我能进去了吗？当然，龙将大人能来是下官几辈子的荣幸，不长眼的奴才，等寿宴结束，自己滚下去领罚。龙将大人，这边请。大人，请喝茶。陈大人这寿宴办得挺热闹啊，门外那些贺礼，怕是比国库还要丰厚。大人说笑了，都是不值钱的土特产，下官本意是想低调的，奈何百姓太热情。陈大人确实低调，低调到纵容贪狼帮欺辱我北境退役的老兵，克扣朝廷发下的抚恤银两。我不是让赵鑫他们低调行事吗？他怎么会知道？什么？竟有此事！下官正要看看赵贪帮背后到底是什么人，竟敢这么大胆！不劳陈大人费心，我已经替你缴了。不过贪狼帮的帮主和江陵县统领祝波交代的一些消息，想必陈大人会感兴趣。什么？连祝崩也没了？我说镇国龙将怎么会突然答应我的邀请？原来是来者不善，人不狠，站不稳。既然这样，那就只有让他留在这里了。不知大人所说是何消息？老爷，这是您让我准备的西域百花酿。大胆，怎么没点眼色？没看到我正和龙将大人谈正事？无妨，先尝尝这西域百花酿再谈也好。正好一路舟车劳顿，我口有些渴了。好酒，大人喜欢就好。酒是好酒，毒也是好毒。西域的五谷香，天下第一奇毒，无药可解。大人真爱开玩笑，这明明就是酒，哪来的毒药啊？那我就不夺人所好了，这好酒留给陈大人自己喝吧。萧逸的五谷香无色无味，他到底是怎么发现的？看来必须要启动第2套方案了。既然龙将大人怀疑这酒中有毒，那下官先喝。林啸，本官并不想杀你，可你既然查到了本官头上，本官为了自保，只好让你永远留在这里了。动手！这怎么可能？龙将大人，这是从祝标府上搜到的账本。上面清楚记录了陈道林这些年收刮的民脂民膏，以及每一笔钱财的去向。完了，这下全完了！你能在荆州作威作霸这么多年而不被朝廷察觉，单靠你这知府的身份还做不到。给你个坦白的机会，说吧，你背后还有什么人？
成王败寇，要杀便杀！我说出来是死，不说也是死。你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个字儿！还敢放肆！穆统领，把院子里那些贺礼箱子都搬进来。是。龙将大人，今日宾客送来的贺礼全都在这儿了。开。我的天，这都满的掉出来了，这得有多少银子啊！3000两白银，3期分账。陈道林，你背后这人胃口不小啊！查到这些寿礼要送往何处了吗？查清楚了，这些东西都要在寿宴结束后送到荆州道台何岩松的府上。不是，这些都是下官一人所为。是不是他？我会亲自去问。传我亮令，陈稻田将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家产全部充公。陛下，何稻田可是正四品大员，你敢动他，就是与整个荆州官场为头。穆统领，卑职在。封锁知府落马的所有消息，不要打草惊蛇。遵命。小儿，小儿，小儿啊！娘，您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婉儿被人抢走了。谁干的？我们刚到城东的集市，想去寻你，街上突然冲出来2个流氓，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婉儿绑上了马车，我拼命去拦，被他们一脚踹开了。你快去救他！穆统领，调集城东所有暗桩，查清城东那辆马车的去向。是。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大人，小的好奇问一句，您花这么大价钱买这个女人干嘛？不该问的，别问。是，小的明白。大人，事情办妥了，不知这女人合不合大人的心意？还算凑合。镇国龙将驾临靖州，这等通天的大人物，什么样的金银珠宝没见过？我把这女人献上去，只要龙将大人高兴了，我这道台之位必定能再升一级。那小的先祝贺大人高升。少拍马屁。不过看她的模样气质，不像是一般村妇。这女人的背景没问题吧？大人您放100个心，这小娘打到北京从军，多年没有消息回来，恐怕早就死在北京了。现在她家里就只剩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了，根本不足为虑。那就好。如今镇国龙将驾临荆州，正是多事之秋，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再三，免得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听说百花楼来了一批新人，小爷我馋了很久了，现在有钱了，正好去快活快活。大哥，到时候我能不能挑2个？你小子，咱现在有钱了，你挑3个都行，只要你小子身体遭得住，别到时候死在娘们的肚皮上。剩下的钱，明天咱们再拿着去赌场转一圈。我感觉这几天运气不是一般的好，肯定能把之前输的钱翻倍赢回来。你他妈谁啊？赶紧给小爷滚开！耽误了小爷喝花酒，小爷饶不了你！妻子在哪儿？你个窝囊废，自己看不住老婆，还敢来找我们要？那个小娘花觉得你太窝囊，不上进，求我们搭线，现在已经跟着荆州的大爷跑了。你老婆现在可是要去大户人家享福的，马上就要变金凤凰了。识相的赶紧滚，再敢挡路，今天废了你！我的手啊！大哥！同样的话，我不问第2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人不在我们这儿了，他被何道爷府上的管家买走了，去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何岩松，小豆子，快抄近道去道台府报信，告诉何管家，那个女人的丈夫杀过去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功夫，让大人早做准备。得嘞，俺这就去。放开我！
我夫君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小美人儿，你那夫君在北京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也不知是死是活，何必苦苦守活寡呢？反正明天才把你献给龙将大人。今晚本官先尝尝鲜。哎呦，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官原本还想怜香惜玉一番，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那就别管本官用强了。混账东西，没看见本官正忙着吗？大人，出大事了！刚刚我得到消息，郑国龙将把知府家给抄了，陈道林全家被打入死牢。抄家了？陈道林不是还想借着寿宴招待龙将大人吗？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大人府上发生的事被封锁了，没有任何消息传送。什么？大人，这小叫花子说有急事找何管家。何事找我啊？何管家，城东2位大哥让我传话，说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找她，已经往这里赶来了。反了！都这个时候了，一个穷酸草民也敢来添乱，传我无论死活，把那人给我拦住，绝不能让他惊扰了龙将大驾。什么人竟敢擅闯道生府？滚！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在道长府放肆！暗玄卫，龙将大人，属下来迟。什么？龙将大人，你就是龙将大人饶命啊！是我瞎了狗眼，我妻子在哪儿？妻子？难道刚刚买来的女人？这2个蠢货绑谁不好，怎么偏偏就把龙将大人的妻子给绑来了？龙将大人，您妻子正和道台大人在后院厢房内。混账！大人，末将这就去把何岩松那狗官擒来，救出夫人。传令下去，封锁全府，连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何岩松的命，我亲自取。是。外面怎么这么吵？一群废物，这么久了，连个泥腿子都拿不下吗？是我夫君，肯定是他来救我了。救你？他现在恐怕已经乱刀砍死了。把人解决了。大人，他来了！大胆！你是谁？也敢擅闯道回府？夫君，你就是这女人的丈夫，你怎么可能活着进来？我就知道你会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好啊，既然你这么想跟你老婆团聚，我成全你。来人，把他们2个一起绑了。你敢殴打朝廷命官？我告诉你，别嚣张！镇国龙将马上就到，等龙将大人来了，定要诛你9族！暗玄卫肯定是龙将大人派来的，军爷救命啊！这刁民擅闯府邸，意图行刺本官，只要将刁民拿下，本官重重有赏。龙将大人，道腿府周围已被控制。龙将大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何岩松，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绑架我的妻子！龙将大人饶命！下官有眼无珠，下官不知道她是您的夫人啊！何岩松，你强抢民女、贪赃枉法，死不足惜。龙将大人已经查明你和陈道陵的关系了，说跟你一起收后外路的，除了陈道陵，还有谁？没有了，下官只是一时糊涂，下官再也不会了。
我的耐心有限，再不说，下一刀就插在你脑袋上。反正我招与不招都是一死。既然如此，你就永远都插不到我背后的人。圣旨到，何延松接旨。上谕：北莽使团不日将过境荆州，兹事体大，关乎两国邦交。荆州道牌何延松乃地方父母，熟悉民情，特命其主理一切接待事宜。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其问责、羁押。钦此。龙江大人，圣上口谕让我主理接待使团，你若是现在杀我，怕是抗旨之罪啊！得罪了龙将大人，何大人，走吧，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商讨呢。龙将大人，何延松贪赃枉法，死有余辜，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末将愿担下抗旨之罪，一年斩了他。杀一个何延松容易，但他背后的线就断了。北莽使团要来的消息早就板上钉钉，可赵文和今夜突然登门宣旨，时机偏得这么准，看来是朝中有人在做局。龙将大人的意思是，有人在利用这份圣旨替何延松挡刀。多谢赵大人救命之恩，那林啸实在太猖狂了。这次咱们有胜仗在手，看他还能翻出什么浪花。如今朝中大事皆是丞相说了算，这道圣旨就是丞相为你我准备的护身符。赵大人，那个林啸位高权重，又心思缜密，等使团一走，他一定会向我们发难的。慌什么？丞相说了，等北莽使团一到，随便在接待事宜上寻个错处，让他得罪使团，破坏和谈。到那时，丞相就能名正言顺治他一个破坏邦交、图谋不轨的重罪，彻底扳倒这个心腹大患。这道圣旨是谁的手笔，还不好说。但赵文和一定会借北莽使团生事，你暗中调查，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明日，我亲自去会会北莽使团。末将遵命。都听好了，本王子今日代表北莽与大夏和谈，特在此设擂为戏，能打赢我北莽勇士者，赏金1万两。输了的就从这大夏病夫的牌匾下，像狗一样3声狗叫，再学钻过去。欺负人也欺负到这份上了，这帮蛮族把我们大夏人当什么了？岂有此理！这帮蛮族竟敢在我大夏的土地上如此嚣张！公主，万万不可！这里耳目众多，若您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我来领教。哈哈哈哈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大夏的男人，全是些没骨头的废物！大夏的废物，给我钻！我呸！你找死！欺人太甚！我跟这帮蛮子拼了！这居然一脚一脚就把北莽蛮子给踹飞了！好样的，终于有人替咱们出这口恶气了！少侠打得好啊！哪来的穷酸叫花子？赶紧滚下去！爷爷的拳头不杀无名之辈！好，好，好！找死！别浪费时间，你们一起上。英雄好汉威武！废物，一群废物！大夏的刁民也敢踩在我北莽头上拉屎！赵大人，你们大夏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北莽使团的？王子息怒，让下官来处理。
哪来的刁民，竟敢打伤北莽使臣，破坏两国和谈！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就地正法，给王子殿下赔罪！不能抓！他是英雄，他是英雄！你们凭什么抓他？你们这些狗官，不去对付蛮子，反倒来抓我们自己人！岂有此理！本公主今日就算暴露身份，也要救下这位好汉。龙将大人，赵文和，听说你要抓我，下官不敢，下官不知是龙将大人，还请大人恕罪。你就是林啸，那个在天元关坑杀了我北莽30万精锐的镇国龙将。原来他就是我要找的镇国龙将。林啸，你在这儿正好。赵大人代表大夏皇帝与我们和谈，已经同意割让天渊关外3座城池作为和谈诚意。你曾经镇守北境10年又如何？城池最后还不是归我大夏？城池那是北境将士用命换来的呀！他们竟然敢割地求和，大夏的脸都被他们丢尽了！胡说！皇兄怎会做这种丧权辱国的勾当？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就是破坏邦交，你们皇帝不会放过你的。李啸，你疯了！你竟敢撕毁国书！丞相大人定会奏明圣上，治你一个破坏邦交的重罪。赵文和，你身为大夏钦差，识朝廷俸禄，却私通外敌，签订割地赔款的辱国条约，有罪的是你。我这是为了两国和平，此事丞相全权交由我处置，有何不妥？就是你一个粗野武夫，安敢议论朝政？回去告诉你们的皇帝，大夏的疆土是北境100万将士用血肉一寸一寸铸成的，割地想都别想。好一个镇国龙将！大夏有此等铁骨铮铮的男儿，何愁外敌不灭？林啸，既然国书已毁，那我们就按草原的规矩来，生死决斗。你若是赢了，我北莽使团立刻滚出大夏；你若是输了，必须交出天元关的兵符，重新割地赔款。我不拿兵符做赌，更不会拿大夏的疆土打赌。我今天只赌命，你们所有北莽的人一起上。今天让你们活着走出这个广场，算我输。殿下万万不可啊！他可是镇国龙将，武艺高强啊！老子不信这个邪！给我上！你要干什么？我是北莽王子。按你们草原的规矩，割发如斩首。回去告诉你爹，以后再敢来犯大夏，定取你项上首级。滚！龙将大人，果然如你所料，我已经查清楚了。何言宋和文和打算今晚借着送别北莽使团的名义溜出城外。那咱们就一起去送送。总算出城了，赵大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林啸已经彻底得罪了北莽，撕国书、割拓跋宏头发这件事传回京城，丞相大人自然会在朝中运作。我们不需要动手，只要静观其变便是。龙将大人，我等送使团回国，你难道也敢阻拦？要走可以，把属于大夏的东西留下。林啸，这车上只有些圣上赏赐之物，难道你连赏赐之物也敢收缴？若是耽误了北莽使团回城，你担待得起吗？搜！龙将大人，是火器营的布防图，还有京城及3座边关重镇的城防地图。赵文和、何延松，
通敌卖国，证据确凿，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林啸，你血口喷人，这些东西与我们无关，分明是你栽赃陷害。栽赃，赵大人，这是您亲笔所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你与北莽的勾结，需要我替你读出来吗？龙将大人饶命啊！我也是按命行事，不关我的事儿啊！都是他和拓跋宏勾结的，与我无关啊！龙将大人饶命啊！你个狗东西，是谁把钱送入北莽的？是谁巴结拓跋宏的？都是你！够了，人赃并获，通敌卖国，穆统帅，斩立决。是。趁现在把该吐的都吐干净。龙将大人饶命！我说我全都说，这批银子和图纸是你们大夏的丞相亲自派与我们密探时给的，是他，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计划。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你不能杀我！我是北莽王子，杀了我，战争立刻就会爆发。从你们踏足大夏那一刻开始，战争就已经爆发了。大人，丞相通敌，罪证确凿，末将请命，即刻率暗玄卫入京，清君侧，诛杀国贼。清君侧，诛国贼。暗玄卫一动，就是天下兵马勤王的信号。一旦我无诏带兵入京，必被丞相扣上谋反的帽子，内战将起，大夏就真的乱了。到那时，受苦的还是百姓。谁说你是无诏入京？你是。大夏长公主在此，众将听令。郑国龙将林啸平乱有功，特招其与暗玄卫随本宫即刻回京受赏。想杀丞相，就随本公主入京，你敢吗？有何不敢？丞相密令，林啸正带着暗玄卫和长公主进京。丞相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林啸死死拦在承天门外。爹，丞相是不是年纪大了，胆子也变小了？区区一个边关回来的臭鱼烂虾，也值得下密令？娇儿，不可大意。传闻林啸在北京杀人如麻，武力深不可测。武力深不可测？哈哈哈哈！在边关打几个蛮子，就真把自己当天下第一了。儿子我3岁练功，师从大内第一高手，正愁没个名气大的给我当垫脚石呢。不许放肆！他毕竟是镇国龙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没资格招惹。但咱们只要闭门不纳，他就算插翅也飞不进来。夫君，家里有我，你放心去。大夏的百姓需要你。等我平定朝堂，就回来陪你。龙将大人，我们该走了。龙将大人，我们的探子来报，说承天门城门紧闭，只能出不能进。承天门乃新京第一门户，城高池坚，易守难攻。一旦封死，我们绝无进京的可能。一扇门而已，破开就行。站住！承天门重地，任何人不得擅入，速速退下！瞎了你们的狗眼！镇国龙将在此，还不速速开城门！哼，什么狗屁龙将！魏巡抚有令，今日城内戒严。别说是龙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没有魏巡抚的手令，也得在城外趴着。放肆！住手！都把兵器放下！宋将领，这几个人想要擅闯承天门。知道了，这里有我，你先退下。老宋，大哥，10年前新兵营一别，我以为你早死在北京的沙窝子里了。好，活着就好。大哥，家里连茶叶都买不起了，让你和这2位姑娘看笑话了。
老宋，你当年在战场上也立过功，按大夏军律，你的退伍安家费和每月的军饷，足够在京城买座大宅子，怎么过成了这样？还不是因为那个畜生魏天骄，可是魏巡抚的儿子，仗着他爹的势，不仅私吞了我们这些底层守军的军饷，还把我们的安家费全扣了，去勾栏听曲，上次遥祭。岂有此理！克扣军饷，按律当斩。人家是巡抚公子，捏死我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现在小草病重，我连抓药的钱都凑不齐了，只能每天去求那些狗腿子施舍点残羹冷炙。小草治病的钱，我来出。兄弟，别开玩笑了，你就算在边关混到了退伍，肯定也没攒下多少银子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留着钱给你自己的老婆孩子买口肉吃吧。10万两，够不够？啊！10万两，大哥，都这时候了，你就别拿我开涮了，把我们俩都卖了，值10万两吗？灵犀在。10万两通存通兑银票不够，我这里还有。真的是10万两，兄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哟，宋瘸子，不在城门楼子底下像狗一样蹲着，跑回家偷懒，你这身贱皮子是不是又痒了？魏少爷，小草今天病重，我请了半天假。请假？老子准了吗？哪来的狗东西！也敢管本少爷的闲事！来人，给我把他的手剁下来喂狗！大哥快跑，他们真的会杀人的！聒噪。难怪敢在本少爷面前叫嚣，原来是个练家子。本少爷3岁练功，在京城年轻一辈未尝败壁。今天本少爷就亲自扭断你的脖子，让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场。大哥，他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高手，你打不过他的，你还是快跑吧。跑？该跑的是他。不自量力！不可能，没人能躲得过我的扇子！你到底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招数？打完了吗？该我了。大哥，你闯大祸了！他爹可是承天门巡抚啊！你死定了！我爹一定诛你9族，把你们全家大卸8块！别踩了，别踩了！我爹是巡抚，你杀了我，你绝对走不出这承天门！大哥，林祖宗，快松脚啊！魏巡抚今天正好在城门督察，要是让他知道巡抚大军一围，你们插翅难飞，你快带着2位姑娘跑吧！跑？我林校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叫他爹来领人，我只等半炷香。是，我这就去。大人，这少爷他被人打了，不好了！慌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少爷受了重伤，那个狂徒还要您亲自去领人，否则就要给少爷收尸啊！什么？在承天门地界敢动我魏远山的儿子是谁？好像是守城将领宋明的朋友。一个臭看门的，竟敢联合曹莽反了天了！传我将令，调集城门守城侍卫，解救吾儿。听见没有？我爹来了！这个贱民还有宋瘸子，你们死定了！本少爷一会儿要把你们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喂狗。还有你身边这2个小娘们，本少爷要让全城守军轮番折磨他们。里面的刁民给我听着，把我儿子放了，乖乖出来受死！爹，你可算来了！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伤我魏远山的儿子？爹，
就是他！快把他打入死牢，碎尸万段！爹，你干什么？你腿软了？快起来杀了他呀！畜生，给我闭嘴！还不赶紧滚过来跪下！爹，你打我干什么？他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跪？瞎了你的狗眼！那是大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镇国龙将。镇国龙将，大哥，你是镇国龙将？龙将大人，下官有眼无珠，没认出龙将大驾，犬子骄纵无知，冲撞了大人，还请大人息怒。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开城门。大人，这件事下官做不到。做不到？丞相大人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绝不能让您踏入承天门半步。这事由不得你。爹，若是让他进了承天门，咱们魏家就完了呀！林啸，既然你敬酒不吃罚酒，那就别怪本官心狠手辣了。你再能打，也不过是人，镇城太保何在？是承天门的镇城太保。大哥，他曾徒手撕裂过一头犀牛，手上的碎心锤由铁髓钢制成，坚不可摧。这是我花重金网罗的大内顶尖高手，今日这破院子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给我杀，把他剁成肉泥！哇！一招就解决了，这还是人吗？我不说第二遍，把城门打开。林啸，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以为破了承天门就能进京城吗？丞相大人早在前面破天罗地网，比他不海10倍100倍的人在前面等着你。今天就算进了城，也必死无疑。爹，咱们还没输，守城侍卫听令，给我上！全军突击，用人命对死他人头！谁能砍下林啸，本少爷100万两，连胜3擒！你们都聋了吗？本少爷让你们上啊！抗命者诛九族！去你妈的赏金100万！我们兄弟在城头吹风吃土，保护京城，你们这群狗官却在后面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兄弟们，镇国龙将在北境为我们大夏流血卖命，今天谁敢动龙将大人一根汗毛，就是跟我们所有军中兄弟作对！对！我们早就受够这群贪官污吏了！保护龙将大人，诛杀狗官！你们这是造反！大哥，这种脏活不劳您亲自动手，您歇歇。兄弟们今天替您把路铺平。来人，把这对喝冰血的狗官给我拖下去，挂在城门楼子上示众！受了他们那么多年的气，总算是扬眉吐气了。承天门全军听令，开城门，迎镇国龙将入城。大哥，大后方有我们这帮老兄弟守着，你放心往前杀，但你千万小心，城里的4大家族权势滔天，如果他们知道你入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没错，当今丞相权倾朝野，靠的就是京城4大家族在户部给他疯狂输血。他们用巴结丞相得来的权力，在京城无恶不作。他们不仅贪没了咱们北境战死弟兄的抚恤金，今天更是在京城第1大销金窟九州阁公然拍卖咱们北境大军的命脉天渊铁矿，这是咱们10万大军的后路啊！岂有此理！天渊铁矿是北京将士拿命换来的，这帮蛀虫竟然敢拿去倒卖换钱！既然丞相喜欢钱，那我就先去把他的财路烧个精光。站住！哪来的叫花子？没看见今天九州阁被4大家族包场了吗？一身土腥味，护卫怎么放你们进这条街的？赶紧滚！别脏了我们九州阁的地！什么人敢在九州阁闹事？龙将办事
闲人退避。哼，什么杂碎也敢冒充龙将？兄弟们，上！诸位，今日的压轴拍品乃是北京的天渊铁矿地契，起拍价10万两。等本少爷拿下铁矿以后，北京那帮兵偏想造兵器，就得跪下来舔本少爷的鞋底。我出50万两。钱少爷威武，这天渊铁矿非钱家莫属，谁敢跟您抢啊？我出100万两。这哪来的叫花子？得失心疯了吧？你见过100万两长什么样吗？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大夏皇家钱庄通存银票100万两。钱少，这银票是真的，感动我给丞相准备的贺礼。今天你就是有金山银山，也得给老子死在这儿！来人！敢跟本少爷叫板，把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疯狗2条腿打断，扔出去喂野狗！大人歇着，这群蝼蚁不配脏了您的手。废物全是废物！4大金刚何在？给我杀了这个女的，把那个疯狗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是钱家暗中培养的4大金刚，据说全是一流的内家高手。哼，敢跟钱少叫板，他们算是完了。小娘们长得不错，只可惜活不长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动我的人？你怎么可能？怪物，这是怪物！你别过来！我爹是千万官，京城4大家族之首，他马上就带人过来了！你敢杀我，我爹一定会诛你9族！放肆！谁敢动我儿子？爹救我！天好！爹，这个贱婢砸了九州阁，还打死了我手下的弟兄。爹，你要为我报仇啊！敢在钱家面前班门弄斧，他也配？3位宗师，有劳了，不要让他死得太痛快，给我一寸一寸捏碎他的骨头。家主放心，庶子狂妄，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什么？这怎么可能？来都来了，跑什么？不可能！这可是京城最顶级的宗师，怎么可能被你一个无名之辈杀了？在北境，这种货色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我警告你，我有丞相撑腰，你再敢乱来，丞相定将你碎尸万段！丞相，既然你这么喜欢拿他压人，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草民千万贯，叩见镇国龙将大人，大人饶命啊！爹，你疯了吗？你跪他干什么？管他是什么大人，难道还能比丞相大人吗？畜生，闭嘴！想害死我们全家吗？这是镇国龙将，大夏的护国神柱，除了圣上，就是他最大。大人饶命，我知道错了，求大人开恩啊！半个时辰。把这几年你们克扣的所有北境抚恤机账本，还有赃款，一分不少的送到这里，少一个字，差1两银子，4大家族满门抄斩。龙将大人，这是历年来4大家族与丞相府的所有账目往来，还有扣留的500万两抚恤金，
倾尽4大家族库房1分不少，全在这儿了。求大人开恩，给我们留条活路啊！拿前方将士的骨血换你们的锦衣玉食，还想让我留活路？大人说过，只要交钱，就不杀我们满门的。满门可免，死罪难逃。传我将令，没收4大家族全部家产，把这些沾血的钱全部散给京城里的贫苦百姓和阵亡将士遗孤。4大家族自此除名。至于他们，斩首示众。末将领命。青天大老爷呀，我那战死的儿子终于能合眼了！龙将大人千岁！算算时间，林啸那匹兔现在应该在承天门外急得团团转了吧？魏远山那条狗虽然蠢，但拦住他几天还是做得到。丞相神机妙算，等拖个3、5天，咱们就在朝堂上参他一本，拥兵自重，无诏逼宫，让他死无降身之地。相爷，出大事了！慌什么？成何体统？林啸他进了城，但他没进宫，他直接带人把九州阁给砸了。4大家族全部跪地求饶，千万段把咱们历年的绝密账本交出去了。咱们存在4大家族金库里的500万两银子，被林啸当街全部分给了贱民，咱们的钱袋子彻底空了。相主息怒啊！好一个镇国龙将，竟敢直接断老夫的钱脉！既然你不想按官场的规矩玩，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去，拿老夫的密令去京城守备大营，把赵无极给我叫来。龙将大人，4大家族的钱财已经清算清楚了，接下来就是派人散给城中百姓。你断了丞相的后路，他肯定会狗急跳墙，前路只怕更凶险了。龙将大人，不好了！赵无极把承天门的守卫全都抓起来了，说他们忤逆军令，要全部处斩呀！赵无极，他与龙将大人不是同袍吗？看来是有人收买他了。穆统领，你先护送朝阳公主回宫，在宫中做接应，我亲自去会会她。是。没想到你骨头还挺硬。赵无极，你这个背信弃义的白眼狼！当年在新兵营，要不是龙将大人替你挡刀，你早被一族砍成肉泥了。他教你武功，救你性命，你现在居然投靠丞相，残害同袍！闭嘴！别跟我提那个莽夫，他林啸算什么东西？丞相大人给了我荣华富贵，封我为京城新军神，统帅8万兵马。大夏的军神现在是我赵无极，就凭你也配叫军神？你连给龙将大人提鞋都不配！好，既然你这么忠心，那我就用你的脑袋祭旗。我倒要看看你那所谓的龙将大人敢不敢闯我这8万大军的大营来救你！是谁敢跟老子耍阴招？龙将大人！哈哈哈哈哈！林啸，你居然敢单枪匹马闯我大营！你以为这是北境的沙场，任你横冲直走吗？大哥，别管我们，快走！他们有8万人啊！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夏神将！神翼弓箭阵，给我放，把他射成刺猬！重打方阵，给我碾碎他！大哥，我们给你丢脸了。你们守住了骨气，没丢脸，剩下的交给我。李啸，你别得意。京城苦练3年，丞相更是赐我无数大内密钥。我
的武功早就在你之上了。今天我就用你当年教我的破军七杀，送你上路。拿我教你的东西来杀我。不可能，你不可能打败我。你的武功是我教的，你的命是我在死人堆里捞回来的。今天我亲自收回。参见郑国龙将，龙将千岁。相爷，慌慌张张，成何体统？赵无极把林啸的人头带回来了。赵将军被林啸杀死了，京城守备军已经全部倒戈，尊林啸为帅。你说什么？赵无极死了？他可是老夫耗费无数心血培养的人才呀！相爷，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好一个镇国龙将！既然你非要跟老夫鱼死网破，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传老夫手令，林啸无诏带兵入京，意图谋反，立刻调动10万御林军，给老夫把皇宫死死封锁，连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去。是。放肆！本公主回宫，你们竟敢关门，还不速速打开！王公公，你这是什么意思？宫里出了什么事？殿下息怒，圣上突然龙体抱恙，昏迷不醒。如今朝政暂由丞相大人代为打理，丞相有令京城混入叛党，为了保护殿下安全，请殿下即刻回寝殿静养。没有丞相手令，不得踏出宫门半步。大胆阉狗，你敢软禁公主！好一个丞相代为打理！好，我倒要看看他严嵩在耍什么花样。相爷，长公主殿下已经被我压在寝殿了。这西域奇毒7日诀果然名不虚传。圣上现在只剩下一丝气脉，太医院的人全被老奴扣下了，绝对查不出端倪。只要他醒不过来，这天下就是老夫的。林啸啊林啸，老夫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你这头猛虎自己往笼子里钻了。都给咱家把眼睛睁大了，哪怕是一只鸟飞出去，咱家要了你们的脑袋！朝阳公主，圣上如今陷入昏迷，去看过的宫人说，圣上嘴唇发紫，像是被下了毒。我就说皇兄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突然昏迷？原来是严嵩下的毒手。公主，末将这就带您杀出去。不，你带着我，谁都跑不掉。林夕，你武功刚强，一个人逃出去的机会更大。严嵩现在控制了皇宫，手握10万重兵，还挟持了皇兄。林啸如果贸然带兵硬闯，就会彻底坐实谋反弑君的罪名。到时候严嵩就能名正言顺地联合天下兵马讨伐他。公主，末将怎能丢下您不管？这是我的诏令，不用管我。你今夜必须拼死出宫，告诉林啸皇宫生变，皇兄中毒，绝不能让他中了严嵩的奸计。快走！有刺客！挡我者死！放箭！快放箭！骑兵相见，10万御林军已接管皇城9门，天罡剑阵已在午门外结阵完毕，一只苍蝇也飞不进皇宫。好！好！哈哈哈哈哈！林啸，就算你武功盖世，能挡得住10万大军吗？今夜老夫就在这太和殿上看着你被乱刀分尸，碾成肉泥。穆统领，出什么事了？龙将大人，皇宫出事了，丞相严嵩毒害了圣上，圣上现在昏迷不醒，严嵩还调集了10万御林军封死午门，软禁了长公主。严嵩这老狗竟敢对圣上下毒！严嵩想用假圣旨给您扣上谋反的帽子，
逼您带兵强攻皇宫，好名正言顺的联合天下兵马诛杀您。大人，千万不能冲动啊！他奶奶的，这狗丞相欺人太甚！大哥，您下令吧，我这就去聚集弟兄，今晚就踏平他丞相府，把那老狗的脑袋拧下来！踏平皇宫，诛杀国贼！不急，大人，都这个时候了，您还在等什么？京城有上百万手无寸铁的百姓，一旦在城内开战，京城必将化为人间炼狱，血流成河。可是，严嵩想瓮中捉鳖，那我就亲自去捏碎这个瓮。传我将令，大营死守驻地，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踏出大营半步。遵命。悍将林啸，你无照入京，意图谋反，如今还敢单人匹马闯宫门，简直是自寻死路！林啸，这是天下第一防御的大内天罡剑阵，你若是现在跪地求饶，本将还能给你留具全尸。天下第一防御就凭你们？灵完不灵？天罡剑阵，给本将把他乱箭分尸！大人，怎么打不过？怎么办？慌什么？这午门坚不可摧，就凭他一个人，难道还能劈开这午门？林啸，你是不是在边关打仗大傻了？我告诉你，这皇宫是老子的地盘，凭你这条烂命，这辈子也进不了皇宫一步。不自量力！统帅，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跑，快跑！林啸，不准再上前一步！你以为破了剑阵，开了午门，就能在这大夏皇宫为所欲为吗？恭请护国老祖出关，斩杀逆贼！林啸，老祖闭关习武30载，就算你再能打，在他面前你什么也不是。黄口小儿，安敢在大内放肆？不想今日大夏竟出了你这等大逆不道的狂徒！你投靠乱臣贼子，是非不分，也配跟我提大逆不道？放肆！你身为臣子，不思精忠报国，却带兵入京逼宫，践踏祖宗礼法。你这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好一个祖宗礼法！将士在前方拿命换来这锦绣河山，大夏百姓努力耕作生活，而你们这群躲在皇宫里的蛀虫，却在背后喝他们的血。今天我就替大夏百姓踏碎你们这虚伪的礼法！你竟能徒手破老夫的薄弱神掌，看来老夫小看你了。但是就凭你，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现在该我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打败我？连护国老祖都不是他的对手，看来光靠武力是解决不了他了。相爷，老祖被废了，咱们快从密道逃吧！哼，逃？老夫凭什么逃？传我命令，撤下所有守卫，让他进来。相爷不可呀，他会杀了您的。现在拦不住，放他进去岂不是送死？蠢货，你懂什么？老夫手里有讨逆圣旨，只要他敢踏入太和殿，他就不只是在跟老夫作对，他是在践踏这天下的皇权。老夫要让这全天下的藩王、节度使、百万大军都名正言顺的来剿灭他。我要让整个大夏都来跟他抗衡。大胆林啸，竟敢无照带兵入京，屠杀大内侍卫，圣旨在此，还不跪下！无照入京，这可是诛九族的谋逆大罪啊！
难道龙将真的要造反？丞相连圣旨都请出来了，已经是铁证如山。咱们赶紧退后点，免得一会儿动起手来，被当成同党一块儿给办了。上谕，镇国龙将林啸拥兵自重，意图谋反，着即剥夺兵权，就地格杀。若敢反抗，天下兵马皆可擒王，共诛国贼。林啸，只要你敢在太和殿出手，这顶弑君之罪的帽子你就脱不掉了。拿一张废纸就想定我的罪，严嵩，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废纸？这可是代表天子权威的圣旨，你竟敢当众侮辱圣旨！诸位大人都听见了吧？此贼不仅带兵逼宫，连圣上都不放在眼里，他分明是想篡位自立！你想干什么？跪下！来人，护驾！林啸，我警告你，不得放肆！天哪，他敢对圣上动手！林啸，你怎敢如此放肆？还不退下！这个逆贼要弑君，请各位飞书传信，集天下之兵诛杀林啸。林啸，别白费力气了，他已经是个死人。皇帝中了7日诀，天下无药可医，而在百官眼里，是你害死了他。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天下怎么可能有人解得了7日诀？来人，皇帝醒了，快移驾寝宫，宣太医。严嵩，你这欺上瞒下的逆贼，竟敢给朕下毒！什么？丞相给圣上下毒？圣上，臣冤枉啊！臣不知情啊！拿下！严嵩，你安插在皇宫的阉党已经被本公主拿下，王太监已经招供，你暗中收买宫人，给皇兄下毒，证据确凿，还敢抵赖？圣上，臣真的没有下毒害你，都是奸人陷害。臣辅佐您20年，一直忠心耿耿，您不能听信谗言啊！圣上，事情还未彻底查清楚，还请圣上不要责怪丞相。这朝堂之上，一半的官员都是臣的门生故意，若错杀丞相，朝野必将大乱。严嵩，你不会真以为你做了那么多脏事，还能保住狗命？穆统领，把东西带上来。是。诸位大人，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里有荆州道台何严嵩的密诏，有京城守备赵无极的认罪书，里面清清楚楚写着丞相严嵩贪污受贿，罪无可恕。这是污蔑，是林啸伪造的证据。圣上，这些都是他带来的，肯定动了手脚，这不足为信。就是贪腐之事，盘根错节，或许是有人打着丞相的旗号行不轨之事。丞相乃一国重臣，如今北莽凶猛，难道要在这个节骨眼上以子虚乌有的罪名掀起朝中大乱吗？子虚乌有？那这个呢？这是从北莽王子拓跋宏身上搜出来的亲笔信，上面有你严嵩的丞相大印。严嵩，你将大夏边关3镇的城防步兵图私下卖给了北莽，叛国之罪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这是丞相的私印！嘿，严嵩，你这个畜生！我等尊你为相，你竟然出卖国家！严嵩，你这等不配为人！臣请圣上诛严嵩9族！你们这群墙头草！严嵩，你通敌卖国，罪不容诛！来人，将这逆贼给朕凌迟处死！你们想杀我？哈哈哈哈！完了，我死，你们通通都得给我陪葬！
严嵩，你干了什么？那是北莽的死士令。你们以为老夫只有这一手准备吗？亲手交给了北莽大帝拓跋元，整3000北莽精锐死士血洗皇宫。林啸，3000死士的藏身之处和伏击路线，全天下只有老夫一个人知道。敢杀我京城，今日必将化为火海。我备一匹快马，护送老夫出城。只要我安全了，自然会告诉你们死士的位置。这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你，我镇守北境，能把北莽蛮子打退10年，就能再杀他们一次。我林啸办事，不需要死人带路。林啸听旨。自今日起，朕赐你统帅天下兵马之权，大夏江山全权托付于龙将。吾皇万岁，龙将千岁。龙将，严嵩虽死，但他招来的3000北莽死术已经潜入京城，若是不知他们的下落，京城百姓怕是要遭逢大难呐。圣上放心，这3000老鼠翻不起浪。龙将大人，这京城下水道纵横交错，他们若是有心藏匿，咱们犹如大海捞针呐。严嵩既然把地下密道先给北莽，就一定会把死士安排在离皇宫最近又能迅速获取兵器发动进攻的地方。大人是说废弃的前朝地下武库？走，去关门打狗。大夏丞相已发信号，兄弟们，随我杀入皇宫，斩首大夏皇帝！杀！你是什么人？大夏镇国龙将在此，还不束手就擒？镇国龙将，丞相已经发出信号，占领了皇宫。那个什么龙将肯定也已经被斩首了。大家不要慌，冲出去，跟他们拼了！放箭！诛杀镇国龙将者，赏封地，赐万户侯。哼！不对，我跟龙将交过手，这就是镇国龙将！镇国龙将来了，咱们快跑啊！按玄卫上，一个不留。什么镇国龙将？我才不信！给老子死！你们的统领已经死了，投降不杀。穆统领，把这些人抓回死牢审问，看看朝中还有谁是他们的内应。是。3000死士，全数伏诛。好，龙将神威，大夏有你，真乃社稷之福。800里加急，边关800里加急。圣上，北莽皇帝请全国之兵30万铁骑，连破我天渊3关。此刻距京城已不足200里。30万，我京城守备军满打满算也才8000啊。圣上，守不住的，绝对守不住的，那可是30万北莽精锐呀！这可如何是好？严嵩虽死，但这烂摊子谁能收拾？圣上，臣提议速速派遣使者求和，把天元关外的5座城池割让给北莽，再将昭阳公主送去和亲，平息北莽皇帝的怒火，方可保全京城啊！混账！浅妾一深谙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你们一遇到事就只想着求和，大夏要你们何用？本公主宁可战死城头，也绝不和亲受辱。公主殿下，大局为重啊！您一人的清誉，难道比得过这满城百姓和满朝文武的性命吗？
你们还有谁有这个意思？北莽士兵已经兵临城下了，要是再不求和，你们的妻儿父母都要遭殃。你们想清楚了？圣上，事急从权，要从长计议啊！是啊，圣上，你要以大局为重啊！哼，好一个以大局为重，用女人的清白和祖宗的土地换你们这群废物的苟且腾生吗？林啸，这都是你惹出来的祸！要不是你入京造成京城大乱，北莽怎么会趁虚而入，倾巢而出？你现在还想拉着大夏一起陪葬吗？就是，都是你穷兵怒中，才把大夏糟蹋成这步田地！混账！龙将大人为了大夏殚精竭髓，岂由得你们这群软脚虾污蔑？臣愿带兵上前线，与大夏共进退。臣愿与大夏共进退。喊口号谁不会啊？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就是存心要天下大乱！这种软骨头留着也是浪费大夏的粮食。敢言降者，这就是下场。大夏的疆土不养软骨头的废物。从现在起，谁再敢提半个退词，杀无赦。好，龙将杀得好。我们苦这帮卖国求荣的贪生怕死之辈久矣。大夏男儿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愿随龙将死战！死战！死战！龙将威武！龙将，这30万敌军全靠你了。林夕，立刻去大营传令，全军登城，准备迎敌。是。龙将大人，大事不好！宋明老将军带着婉儿夫人和老夫人，原本今日秘密进京，说是怕严嵩余孽暗杀。可他们刚到城郊30里外的落马坡，就遭遇了绕道急行军的北莽先锋营。说什么？那是一支数百人的精锐骑兵，宋老将军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快备马！小儿还在京城等着咱们，难道今天咱们娘儿俩真要死在这帮蛮子的刀下了吗？娘，夫君是大夏的顶天立地的郑国龙将，我们就算死，也绝不能落入这群畜生手里，成为他们要挟夫君的筹码。就凭你们这几个残废，也想拦住我北莽的铁骑？林啸那个缩头乌龟自己躲在京城，让你们这群老弱病残来送死。大夏的军人真是一群可怜的烂泥！放肆！北莽蛮子也敢惊扰龙将家属！兄弟们，死战不退！不自量力的蝼蚁！你们这群大夏的兵，只配被我当狗一样踩在脚下！要杀要剐，冲我来！果然是个极品的绝色美人。林啸那畜生杀了我北莽王子，今天老子就把他的女人抓回大营，扒光了衣服，赏给弟兄们好好乐呵乐呵，让他林啸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畜生！你们这群畜生，别碰我儿媳妇！娘！给我把这小贱人拖出来！别过来！想死？你以为死了就干净了？你今天要是敢死，老子就把你们婆媳俩的尸体剥得干干净净，倒吊在京城的大门上，让全天下的男人都看看他郑国龙将的女人是个什么下贱模样！我夫君是大夏的郑国龙将，大夏的疆土不养软骨头的废物，我林家也绝不会有贪生怕死的懦夫。夫君，婉儿绝不做敌人的筹码，成为你的托女。来生我再做你的妻子。谁敢动他？婉儿，夫君，笑儿，林啸，你不是被困在皇宫了吗？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你们找死！大人，这可是郑国龙将啊，咱们打不过的。
怕什么？他只有一个人，我们有几百铁骑，列阵，把他给我踩成肉泥！龙将大人，别杀我！求你别杀我！婉儿娘，对不起，我来晚了。笑儿，只要你没事就好。夫君，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事了，有我在，天塌下来我顶着。大哥，是我没有护好嫂子和大娘，你杀了我吧！你的命先欠下，等杀了北莽的麻子，再来找我消债。是。现已入城，你带着婉儿先回皇宫，再有闪失，我绝不饶你。大哥放心，北莽30万大军马上就到了，京城守不住的，快开城门让我们出去！那是城里的备用军粮啊！你们全走了，大军吃什么？我们百姓吃什么？一群贱命，饿死活该！赶紧滚开！快开门！这大夏完了！老子才不给他们当炮灰！谁敢拦我，老子劈了他！你是城门守卫，吃着朝廷的俸禄，怎么能带头叛逃？要守你去守那些蛮子，马上就要踏平京城了，老子才不等死呢！再敢过来，老子就先送你投胎！妈的，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暗算老子？兄，我当时哪来的大侠呢？原来是个要饭的。小子，我看你还有把子力气，给大爷我当个赶车的马夫，护送我出城，我保你吃穿不愁。大夏的军粮也是你们能动的？海老板，跟他废什么话？一个不知死活的穷酸草民，还真把自己当保家卫国的英雄了。老子告诉你，现在京城大乱，那个什么狗屁镇国龙将，8成早就吓得从狗洞钻出去逃命了。这大夏没救了，识相就赶紧滚，别挡老子的道！哼，你刚才说谁从狗洞逃命了？我说那个缩头乌龟林啸，怎么，你这穷酸样还想替他出头？来人，把这小子给我剁成肉酱，让这帮贱民知道拦老子的下场！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是说我从狗洞逃命了吗？你是？按玄卫统领穆灵犀参见龙将大人。参见镇国龙将。镇国龙将，你就是林啸。龙将大人，草民有眼无珠，草民该死。北莽兵临城下，你们不仅临阵脱逃，还敢卷走满城百姓和将士的救命粮。龙将大人，我们只是想把粮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些金银珠宝，草民全都捐给军中，求大人放我一条生路吧！龙将大人，末将是一时糊涂，受了这奸商的蛊惑，末将愿戴罪立功，上城墙杀敌呀！大敌当前，蛊惑军心，强冲城门，卷逃军粮，按大夏战时军律当斩。按玄卫听令，将剩下的叛乱分子全部拿下，就地斩首，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敢有蛊惑军心者，同罪。遵命。龙将大人威武，我等誓死追随大人，保卫京城。誓死保卫京城。龙将，朕受奸臣蒙蔽，致使边关失守，社稷蒙尘，朕已写下罪己诏，告天下万民。这大夏的江山，这满城的百姓，朕就全托付给你了。臣必不辱命。臣
定叫北莽有来无回。夫君，我等你回来。我在北京守关，让你苦守了10年，这一次我绝不食言。放心，我去就回。郑国龙将归位！龙将万胜，大夏万胜！城里的缩头乌龟听着，大夏气数已尽，立刻打开城门，跪地投降，否则朕踏平京城，鸡犬不留！畜生！这群畜生！李啸，你不是很能打吗？你若是再不开城门，朕每隔半炷香就杀100人，直到杀光为止。开城门！龙将大人，敌军有30万啊，不可莽撞出城。咱们有高墙坚持，只要死守。我林啸打仗，从来不知道死守2个字怎么写。开城门，3000暗玄卫随我冲阵。守将听令，开城门！他们怎么把城门打开了？连个护城的阵型也没有，这是要干什么？哼哼，他们城内士兵不超过8000人，面对我浩浩大军，肯定是吓破了胆了。开城门是准备出来投降了。传令前军准备受降，待大夏皇帝爬出来磕头，咱们就进城快活。杀！稳住！稳住！他们人少，打不过我们的。你们看，那是不是郑国龙将？难道他亲自率兵出来了？血色披风，是那件战甲。龙将来了，是龙将！咱们打不赢的，快跑啊！大爹，挡不住啊！那个林啸太猛了，我们的前军已经被他凿穿了，老兵们都吓破了胆，正在溃退。废物！30万人被这点人冲散，你们全都是饭桶！林啸，你杀我皇儿，我大军士气，今日朕要亲手捏碎你的骨头，用你的头骨做夜谱。林啸，你打了北莽10年，朕隐忍了10年，苦练大宗师金刚体，早已刀枪不入，肉身成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打了你10年，看来你还是没长记性。林啸，你看到了吗？大宗师金刚体真的刀枪不入，你的掌力对朕犹如挠痒。打中了！大帝为我！大帝为我！林啸，你老了，10年前的你是不会被朕打中的。你说的对，10年前的我可能确实打不过现在的你，但是现在我比10年前只强不弱。没了刀，你还想用拳头打穿朕的金刚体？痴人说梦！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朕有大宗师金刚体护体，你不可能打穿。金刚体再硬也是肉长的，骨头能承多少力，筋脉能撑几刀，我打了10年仗比你清楚。你的金刚体撑不过我3掌。狂妄！朕乃北莽天命之主，今日就算燃尽精血，也要拉你陪葬！不可能，我不会输的。只接了1掌，我高估你了。大帝败了，我们的大帝败了！投降！我投降！别杀我！大夏万圣，龙将无敌！大夏万圣，龙将无敌！自今日起，北莽对大夏永世称臣，岁岁纳贡，年年朝拜。若有违背，大夏铁骑必踏平草原，灭你国嗣。罪臣遵旨。万岁万岁万岁！大人，北莽大败，拓跋渊被俘，凌霄立下不世之功，以后这朝堂都是他的了。若是咱们这些丞相同样被他翻旧账，可就活不成了。哼，打赢了又如何？他手握京城守备军，加上暗玄卫，麾下精兵无数，还有民心所向，他这已经不是臣子，是悬在皇帝头上的一把刀。大人的意思是，乱世需猛将，盛世需削藩，和平既至，兵权就是烫手的山芋。现在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可圣上如今对林啸信任有加，圣上信任他，是因为需要他打仗。仗打完了，你觉得圣上真的不怕一个能打进皇宫的人？启禀圣上，如今天下已平，当论功行赏，兵归朝廷。臣奏请圣上收回林啸兵权。臣附议，恳请圣上依祖制，将兵权收归兵部，以安社稷，以定人心。圣上，自古功高震主者，有几人得善终？非圣上不信龙将，而是兵权旁落，本就是朝廷大忌。龙将若真忠心，当主动交还兵符，方为人臣典范。龙将，你怎么看？孙大人才说，功高震主自古鲜有善终，正是此理。那我倒想请教孙大人，您是说手握兵权是罪，还是立下功劳是罪？自然是兵权方楼于人，于朝廷不利。孙大人是兵部尚书，曾经统管天下兵马调度，手里的兵比我多10倍，我怎么没见过你上折子请求收回自己的兵权？我有一事不明，想请诸位大人解惑。严嵩给圣上下毒，皇宫9门封锁那晚，我孤身入宫，诸位大人有几位是跟着冲进来的？北莽30万铁骑兵临城下那日，我出城迎敌。诸位大人有几位是跟着上城墙的？龙将误会了，我等并非质疑龙将的忠心，只是组织规矩不可不遵。自古兵权归朝廷，乃天下之常理，与个人功过无关。龙将难道要以一己之见凌驾于祖宗礼法之上吗？哼！孙大人搬出祖制，我就也说句祖制的话：兵符调动须得兵部调令。但是半个月前，严嵩以丞相令调动御林军封锁皇宫，挟持圣上，走的是哪个程序？兵部是谁下的调令？那是严嵩伪造兵部调令，我并不知情。伪造？若是兵部调令如此容易就能伪造，那要你何用？圣上，当日虚假调令，皆是出自丞相之手。但若说无调令动兵，龙将大人当日无诏入京，又该当何罪？谁说他是无诏入京的？当日本公主路过荆州，见龙将大人扫除荆州舞弊，
特召其进宫行赏。难道按钱大人的意思，是本公主做错了？微臣不敢。龙将大人为大夏立下不世之功，你们却在这里混淆视听，讨伐忠臣，就不怕天道降罚吗？臣等从不怀疑龙将大人的忠心，只是若是有一日龙将大人不在了，他手下的统领还会如龙将大人这般忠心吗？老臣忧的是大夏的百年，难道长公主殿下能为百年作保？你就是林啸，你不交出兵权，不就是贪图权柄吗？你手握100万大军，随时可以踏平皇宫，你让我们怎么睡得着觉？你让圣上如何睡得着觉？我如果真想反，你以为就凭你们这几张嘴，能活到现在？圣上，您听听，此贼子狂妄之极，已然原形毕露啊！他今日敢在朝堂上恐吓百官，明日就敢弑君篡位。你们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们一样，把这点破权柄当成命根子？我凌啸手握长刀，护的是天下苍生，是大夏的万里山河，不是这块破石头。圣上，林啸已交出兵权，但他刚刚口出狂言，目无尊上。为了永绝后患，臣请圣上将林啸废除修为，打入天牢，或者流放南荒。臣附议，斩草要除根啊！圣上，皇兄，朝中还有谁觉得林啸该杀、该流放的？都站出来，让朕看看。臣等附议。哈哈哈哈哈！好得很。孙怀仁，朕还要多谢你的。若不是你今天这番肺腑之言，朕还真不知道严嵩的余孽竟然还在朕的朝堂上扎得这么深。圣上，您这是何意？朕的意思是，你们这群蠢猪，真以为朕是个糊涂蛋？没有龙将，大夏早就亡了。你们不仅不知感恩，还敢在这里结党营私，迫害忠良。圣上，微臣冤枉啊！来人，把这群严嵩的同党全部给朕拖出去，凌迟处死，诛9族。圣上饶命啊！臣是为了大夏呀，圣上。龙将，朝堂的毒瘤，朕替你清理干净了。这兵权除了你，谁也不配拿。谢圣上。林啸，你等一下。朝阳公主。林啸，我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回答我。公主请说。如果我不要名分，你能留下来吗？公主千金之躯，值得更好的人，但我林啸的心很小，小至只能装下一个人。婉儿，他就这么好吗？他在我杳无音讯的时候，苦守了我10年，我绝不会负他。好，我懂了。你林啸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朝阳也不做死缠败打的怨妇。祝你们白头偕老。多谢朝阳公主。龙将大人，圣上让您去一趟御书房，有要事相商。圣上还吩咐其他人不得随行。来，坐下，尝尝朕亲手煮的茶。圣上单独召见，不知有何吩咐？这里没有外人，不用拘君臣之礼。林啸，今天在太和堂前让你受委屈了。朕知道你不稀罕兵权，所以朕要给你一个你推不掉的东西。朕决定封你为大夏唯一的一字并肩王。并肩王？没错，一字并肩，与国同修，与朕同坐，见君不跪，入朝不屈。不仅如此，传国玉玺，圣上，这是何意？当年朕登基，朝中军中都是丞相的人，是你从北境替朕撑着，替朕把北边死死挡住，朕才能一点一点把这个朝堂收回来。如今你又立下不世之功，从今天起，你我的印章同效，凡是你林啸盖印的旨意，
就是朕的旨意。朕要与你共斩大夏。圣上的心意，臣领了，但这东西太重，臣拿不动。怎么拿不动？全天下除了你，谁还有资格拿？臣前半生都在死人堆里打盹，没睡过一天安稳觉。如今北莽已灭，大夏太平，臣也该兑现对婉儿的承诺了。你要走？臣前请解甲归田，以后陪婉儿种种菜，养养鸡，这就是臣现在最大的愿望。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勉强你了。只是我那皇妹朝阳，你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朕知道你和婉儿的情分，朕不是要你抛妻另娶，朕是说大户人家平妻也是有的。皇兄，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圣上，公主执意要进来，奴才拦不住啊！知道了，你先出去。朝阳，你又在外头听墙梗。皇兄您大声，我没办法没听见。皇兄，林啸是一头雄鹰，不是你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大夏已经和平了，你就放他自由吧。唉，你们两个一个不肯封王，一个不肯要驸马，朕这辈子怎么就碰上了你们这俩死心眼的？罢了，随你们心意吧。谢圣上隆恩。老宋，你少喝点，咱们是来护送龙将大人出城的，又不是来郊游的。如今天下太平，能出什么事儿？再说了，龙将大人在此，谁敢放肆？你要不要也喝一杯？就知道喝，等你醉了，我就把你丢下车，看你还敢不敢喝。夫君，我们去哪儿？去一个只有我们一家人的地方。夫君，你别劈柴了，赶紧过来帮我剥蒜，红烧肉快出锅了。来了来了，今天这蒜我必须剥出大将风范。贫嘴，快点剥，娘还等着吃饭呢。